和打破医美缪斯。好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比较没有那么的学术，比较白话。对，那我之前讲的很复杂吗？好俗一个地方，蛋黄这动脉哦，它其实相当。单弧角肌呢，它是一块三角形 energy based 的 device， 有这么难懂哦？有一些啦。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医美咨询如何不踩雷。我们一直很希望用这个频道给大家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资讯，还有一些卫教的观念啊。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情形，或者有些客人他可能是跟我抱怨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发现，我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咨询医美的时候比较不会被话术或是踩到地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最重要一点，你要先想清楚你自己最在意的是什么。现在听我讲的就废话，我当然是处理自己在意的啊，我在意头，我处理脚干嘛？可是你可能不知道，因为有很多诊所他们的销售人员很会讲，很会卖。为什么你要处理的是嘴边肉，就打在上面？因为他们一直跟我说这个地方啊，打完可以怎样怎样啊，然后我听了好像有点道理，我就做了。或者是有些诊所，他可能其实某些项目他不会做，那他就会一直跟你说啊，先不要处理这个对人不是最重要的啊，真的这个问题很常见啊。这个时候你不小心就被话术了，等到你花了一堆钱再回头，我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这个状况其实就很像很多人去逛百货公司是啊，冬天来我要去买一个外套，去逛一逛，奇怪我怎么拿着包包回家，我外套还是没有买，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这就是被引导式的消费，你要清楚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因为对方不会处理，或是因为对方他这一期的季度目标就是要卖这个疗程，就被他引导去，而忘记处理你最在意的问题。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你还是要多注意一下这个医师的强项。我讲一个比较实际的，我们人生命是有限的，每一个人的专长就是那么几样，没有人是真的全才啊，从头到脚他都会，他有办法帮你拉皮，又可以帮你植发，又可以帮你抽脂哦，还可以隆胸。我坦白说，什么都会，就是什么都不会。就像那天有一个客人啊，他就跟我说，他去咨询一个医生，说这医生说，哇，我有30年的经验了。然后对方就问，那你请问你拉皮拉几台？我拉了100多台。很多人他30年100多台，他很自豪。我就跟那个客人说，其实那个医生他很老实，因为对很多诊所很多医生而言，这是真的很困难的事啊。对我们诊所而言当然不一样，因为我们的专门就是在这个地方啊。你好奇我们做几台，来我们诊所就知道了。比如说你如果今天你来问我，张医师你做几台植发？我就说没做过。我自己被做过，但是我没做过人。人家就说这个医生好烂啊！我的专长不是这个，因为学有专精的医师，他的专长就是那1、2样、2、3样，绝对不会是很多通才。现在这个时代，你要做什么项目就要找专家。专家的定义就是训练有素的狗。不是啊，专家的定义就是对这方面是非常专精的，心无旁骛的，这点很重要。再来一件事，这件事我在其他影片我一直强调哈，就是疗程。我现在只要一看到说什么 AI 什么极各式各样的名称，我跟你讲，有很多的名称真的取得天花乱坠的，那你有时候很难判断。我教你一个方法，在医学上有所谓的 medical term 就是指医疗的名称。我举个例，你有吃过头痛的止痛药吗？头痛止痛药有人叫它普拿疼，有人叫它培纳豆，有人叫 Permoco， 这什么意思？就是很多家厂牌它会取一个名字，但是它都是同一个成分，叫做acetaminophen。那一样的道理，你要今天要看这个医生他是不是胡诌。比如说他跟你说，我这个是来自于外太空的拉皮，你就反问他一件事，请问你这个拉皮它的医学真正的名称是什么？或者是这个技术是大家认可的，他一定会在一些国际期刊上有发表。如果他今天讲不出来，或者他回避这个问题，你就知道那就是胡诌的。各位说，可是我又不懂医疗，这个医学的名称你随便上去 Google 查一定查得到，而不是你今天随便幻想出一个很酷的名字，你半夜睡到一半跳起来说，哇，这个名字帅啊，把它拿来用在我的疗程名称上。它真正在医学上的名称才是真的，不要被话术了，不然你可能做到的是20、30年前的老东西，被淘汰的东西，你还很得意。再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件事情最近反而很困扰到我，就是常常有客人来比如说他今天要来做一些手术，你这里之前打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医生跟我说是玻尿酸。可是你打几年了，怎么还在？对啊，我打了5、6年了还在。玻尿酸会5、6
流你还在吗？当然眼下的会啦，但是我们正常的状况下，国际原厂的玻尿酸是不会这样的。你到底打了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所以记得这是你的权益，你打什么针之前，诊所有权益要给你看盒子，它是不是原厂货，你到底打什么你要知道，你甚至拍照都是很 OK 的。那再来就是手术，你也可以要求在某些关键时刻给你录一下影。假设你一个手术3-4个小时，要有一个人全程在那边录影，这个当然不太可能这样，可是关键时刻要录影。我举个例，像比如说我们强调我们手术是3层次，3层都做，我就会跟客人说，我在手术当中，我会在关键的时候，我会给你看，我真的帮你3层我都会做，我真的会处理深层，我真的会跨韧带做到内侧，这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有诊所，他们现在也冒称说他们做3层次，好死不死这些他们做了几个客人呢，还跑来我们这里重做，我一打开发现里面什么都没做，就剪一块皮而已。你自己当然不可能说手术到一半爬起来，来我看一下你有没有给我真的这样像你说的这样做，不行嘛，对不对？但你可以要求说，关键的时候录影给我看，你是不是真的这样。然后我还常常遇到客人，这我遇到好几次了。他跟客人说，我在里面。还有一件事，咨询的时候，医师会不会来看你？至少在我们诊所很重视这件事。不管怎么样一定要我看过，我才会帮你做疗程。因为有很多诊所常常都是销售人员在跟你讲，然后讲完到进去，其实销售人员他毕竟不是专业的医师，你有没有一些问题是根本不是你这个手术可以处理的啊？那很多时候销售人员他可能为了业绩，他会跟你说没问题没问题，可是医生一看到这是有问题的。所有的这些疗程都一定要诊断之后才能治疗。你今天到医院看病，我管你什么病都先开药给你，不是嘛？你一定要先诊断。肚子痛一定是拉肚子吗？不是嘛？你要诊断以后才给他正确的药。做整形跟美容也是一样，所以你要给医师咨询的时候，等于就是给他诊断。那你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就可以知道这个医师他有没有很认真的在看你，还是不管你是什么问题，每个进来就是像工厂一样，先去让他做电波、音波没效，后面再来拉线，拉线没效再来考虑手术。这是很多诊所的 SOP。我今天录这一集，我会不会被自杀？我生性活泼开朗，我是不会自杀的。这个也是很常见就是很多时候可能会跟你讲说，你一次买多少瓶买多少瓶会比较便宜，这样坦白说是比较省钱，也不是说不好。可是你一定要注意到一件事，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因为我也遇过好几次，其实客人的已经算脸很饱满，然后一下就说就人家说服他买5瓶童颜针，我想说你这个打完脸可能会比我还大，但我不好意思跟他讲。所以很多时候你有需要你一起买没有问题，比较便宜，这个比较便宜的东西人人都喜欢嘛。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说什么人间自有真情在，能省1块是1块。可是如果这不是你要的东西，你为了一个销售的一个方式，你买了你不需要的东西，那不是很奇怪吗？也是浪费啊，对不对？就很像说有时候你可能需要一套西装，你可能进去你买了20几套，你又不是天天在穿西装的人，那你这样子也是不是很适当嘛，对不对？好，我们再来看这是要讲什么东西呢？我们最常听到一个东西就是很多广告说这是最新的东西，你知道为了这个东西，我们接下来要做一系列的这个影片，告诉大家，很多人说这是最新的拉线，我们看一下线的进展，这是最新的拉皮我帮大家 review 了这70几年来关于拉皮的论文，大家一定想说真的还假的？那我们昨天我们的论文读书会刚好念完第750篇论文，你一篇读一篇，你都要花2天。而且是医学论文很艰深的那种不是小说你就知道其实我念的论文量是相当惊人的，因为我对这个东西非常有兴趣，我就很喜欢一直 update， 一直去让自己 upgrade and upgrade， 这个是我人生的理念。那所以我会跟大家讲到底什么是真正最新的，因为我也常常看到很多的话术或者改名字，比如说他会跟你说那个最新的什么电波怎样，可是你就要回头来看这个电波我到时候会请杨医师做一集，这是关于这些能量的它的演进到底什么叫最新的。有些机器 maybe 它是最新的，可是它真的是你要的吗？你要知道它的用途。就像过去这2年皮秒很流行，有没有？皮秒流行到什么东西都要挂上皮秒，我还听过皮秒拉皮，这实在太瞎了，把自己的手术拉皮挂上皮秒，真的是什么名字都取得出来，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就觉得哇，皮秒 picosecond 是比那个奈米还要小的东西耶，你就觉得哇这好酷。但是皮秒雷射一定适合你吗？所以你要弄清楚，不是挂上最新
新的就一定适合你。那我们还常看到另外一个，就是说哦，现在最新的内视镜，我一直在讲内视镜是1991年就用在拉皮上面，而且这30年来它的技术没有太大的变化。什么最新的内视镜拉皮，那可能只是他刚好最近才学会，所以他跟你说这叫最新的哈。其实有没有真的这回事，请他秀出来他真正的 medical term， 不要被话术了，不要被一些名称骗了哈。再来，你要弄清楚一件事，我们人在老化的过程中，它有程度的不同啊。就像我刚刚咨询的客人就是这样，他很害怕手术，事实上他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他的状况就是一个已经不是单单保养简单疗程可以做了。可是很多时候，很多的销售人员他会抓住你这个心理，你不敢手术，那不然我们先从简单的开始做好了。于是呢，你就开始就像跳入他的工厂一样，进入那个流水线。手术当然很恐怖，我不是鼓励大家都要手术，我只是要跟大家讲，你要认知清楚你要的是什么。你的状况的确是已经老化到一个程度，手术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你现在的期望只是说我只要改变一点点啊，那你当然做一些简单的疗程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够期望说我在很简单的方式下却有非常明显、非常完美的一个改善，那你的结果往往都是失望的，而且你就很容易被利用这样的心理去做了一堆你做了根本没有效的疗程。所以你要搞清楚你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所以你一定要认知清楚你自己处于哪个阶段，就要不同的治疗方式。最后一个，我要提醒大家，这个题目我之前特别录了一集哈，因为我觉得这个现在不管是在台湾或是欧美，或者是好像我之前去大陆，我都看到这个状况还蛮严重的，叫它过度填充。什么叫过度填充？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不管他是松的问题、垂的问题，他是凹陷的问题，还是肌肉问题，我管你的，全部都给你填起来。其实概念很简单啊，就像一个气球，你把它撑得饱饱的，它上面当然没有任何纹路，可是你的整个脸就变很大，变很怪，过度饱满而不自然，那不是你年轻的样子。我们要的是自己年轻的样子。填充是整形跟美容里面最简单的手段，也是我们这一行的医师刚进来最容易上手的一个技术。可是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而且很多问题当它不是填充可以解决，你却偏偏应用填充处理的时候，像我们这些后面收尾的医师会更麻烦，你也会更麻烦，也会浪费更多的钱。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填充是万能的，这件事很重要。好，我们今天算是冒着生命危险录了这期节目。我在这边再次声明，这完全是文轩强迫我讲的，稿子是他写的，所以如果有其他诊所看到这个有意见的话，都找他，不要找我。好像会得罪很多人，怎么办？这个要播出来吗？你们仔细考虑一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啊！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节目不错，欢迎分享给你的朋友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在我们的 YouTube、脸书、Instagram， 我们官网可以留言给我们，或者是看我们底下有我们的 Line 跟 WeChat 可以私讯我们，好，就可以聊更多你们自己的问题，也不用担心被别人看到哈。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喽，拜拜。拜拜。我还常常遇到有客人，这我遇到好几次了。他跟客人说，我在里面可以放的是 Gore-Tex， 因为 Gore-Tex 比矽胶贵嘛。结果他来我们这里重开的时候，打开一看，里面放的是矽胶。已经好几年了，那他怎么办？他跑回去找那怎么办呢？都已经过那么多年了，然后他就会很气啊。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可以跟对方说，你放进去的时候录一个影给我看，我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给我放这个你说的这个材质哦，你是真的给我放摩的吗？还是你给我放的是什么牌子啊？你睡着你不会知道嘛？你总也不会想为了知道自己打开来看一下嘛，关键时刻录影看一下，这是你的权益哦。好，变美的方式从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提供全方面的知识，打破商业化的谣言，选择最适合的建议。